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玉成好，各位朋友，新年好。以及淡大财经系教授倪简中。玉成，观众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川普跟全世界闹翻，但是现在世界各国呢，都非常急着要去中国来进行访问。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在中国访问的是谁呢？是德国总理梅尔茨，他呢在上午的时候呢，已经抵达了北京，开启任内的首次访华。当他搭乘这个飞机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他的首次的访华行程。这也是农历马年中方接待访华的首位外国领导人，甚至呢，他在启程访华之前呢，也再一次的向中国人民来致辞，致以新春祝福。来听一下他的祝福。Konkurrenz belebt das Geschäft. Wettbewerb ist gesund, solange er fair ist. China und Deutschland haben positive Erfahrungen. Wir wollen auch diskutieren, wie wir Abhilfe schaffen, zum Beispiel, wo Überkapazitäten entstanden sind, wo es Ausfuhrbeschränkungen gibt, wo es Zugangsrestriktionen im Wettbewerb gibt, die den Wettbewerb verzerren und verhindern. Wir wollen das Potenzial unserer Partnerschaft ausschöpfen und nicht verkleinern. 好，可以听得出来啊，他对中国的态度呢，是大转弯哦，说以前跟中国脱钩是错误的。好，那呢，他这一趟的访华之旅呢，也会先跟李强会晤，之后啊，再跟习近平会面。那么双方呢，将就中德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切的议题来交换意见。而法国的《世界报》就说了呢，说德国总理梅尔茨啊，将在这25到26日对中国的访问，德中的经济关系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而中方的态度是什么呢？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呢愿意同德方以此访为契机，增进理解互信，深化务实合作，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待遇共利共赢，推动中德关系取得一个更大的进展，并且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也出来说了，说梅尔茨此次呢是率领了高规格的经贸代表团随行成员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汽车啊、化工啊、生物制药、机械制造，还有循环经济等德国的优势产业大约有30家的龙头企业高阶主管，通通都来中国了。看得出来啊，中国的市场对德国来说呢，也是不能够放过的另外呢，来看到了。接下来还有谁也要去中国啊？那就是川普了嘛！川普一直在说3月31号到4月号要访中，结果怎么样？中国的外交部到现在都还不愿意证实。外交部怎么说呢？中美双方就川普访中事宜是保持着沟通，但是中方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到现在还是不愿意证实到底有没有川习会。好，不过呢，现在呢要第6轮的中美经贸谈判了吗？大陆的商务部就说后续呢将会适时的决定调整针对美方原本这个芬太尼的关税啊，还有对等关税的反制措施。中方愿意跟美方呢在近期举行第6轮的中美经贸磋商中呢，展开坦诚的磋商。要坦诚的磋商，毕竟呢，现在呢，川普的对等关税已经违法了嘛。那接下来要谈的东西可就多了呢。尤其现在中国到底还要不要去买美国的大豆，有可能会生变了航商就说呢，可能从南美买这个航程更长，好像更有利。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它不是买北美的大豆呢，就是买南美的大豆，总货量变化有限，但是呢，南美的航程是比北美要长的，所以对海运业是更有利的。不过南北美的大豆还有这个产季的问题啦，所以要买多少的北美大豆，可能要看他们两个地方是要怎么去谈的。而另外来看到无人机的问题因为之前美国是禁止了这个大疆无人机来进入美国，所以现在大疆呢就去提告美国了说呢你缺乏证据，违反了正当程序，此举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涉嫌违反美国宪法还有联邦法律的相关法律，影响美国消费者还有农业的用户权益，限制公司在美国的经营权益。所以现在大疆也要来告美国了。另外来看到
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晶片战争啊，现在中国呢，真的是崛起的速度非常的快。日经就说了，说中国现在的晶片商啊，正在冲刺先进制程呢，而且它呀要来挑战7奈米跟5奈米哦。很多家的业者呢都在扩大投资，要准备更先进的制程晶片生产。另外来看到啊，就算呢，你川普开绿灯是不是也没有用？因为呢，现在很多的这个 H200辉达想要卖晶片到中国大陆，但是目前为止是怎么样？好像是没有任何一个H200卖出去耶。好，我们来看到啊，一名负责执行出口管制的美国官员透露，尽管在2个月前呢，川普就已经允许辉达可以这个卖 H200到中国了，但是辉达至今呢都还没有向中国售出任何的 H200晶片啊。那另外来看到啊，中国呢虽然是没有这个美国的晶片，但是它的 DeepSeek 发展的还是非常的厉害啊。结果怎么样？美国的官员说，你发展的厉害是因为你偷用我们美国的晶片吗？好，这个是川普政府的一位高阶官员透露说 ，DeepSeek 呢，最早在下周发布最新的 AI 模型，使用了辉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来进行训练。但是明明就是 Blackwell 晶片是不能向中国大陆出口的啊，说啊，这可能就违反了出口管制规定。言下之意就是你没有美国的晶片是不可能训练出高阶的模型吗？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中国啊，在这个晶片战、科技战底气是相当的足够啊。好，我们来请教杨佑明教授。德国总理梅尔兹到中国大陆访问呢，其实如果以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我们看到。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整个川普的关税战针对全球，然后造成这些国家跟欧盟签订的不平等的单边的关税协定，也就是取得美国的15%的关税，但是呢对美国做大开放、大投资、大采购，所以呢这些大国、这些贸易的大国都开始在寻求更公平合理的贸易伙伴去扩大市场。当然，就主要都前往中国大陆了。你就看到，从去年的马克龙到英国首相，到加拿大首相，到，其实以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他应该要首先去的。如果是梅克尔的话，他可能会带着大家领先去跟中国大陆建立这个关系。那当然，现在梅尔兹的个性他是比较保守，所以他等于是算是最后一波来的啦，而且是在川普之前。但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来的时候碰到另外一个特殊的情况转变了，美国最高法院判川普的关税失效了。那现在川普在另外另起炉灶，他以前搞对等关税不行，他现在搞一个叫做国安关税，232条款、301条款都是以国家安全为由的这个关税。那针对的主要都是他贸易伙伴一些这个国家跟特殊的这个产业。在现在不断的扩大当中，所以德国跟中国现在面临到同样的情况，也就是川普这样的情况，他已经走到了死胡同的他的关税政策，他还是在胡同里面继续的在胡闹。那德国跟中国怎么面对？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元首见面这个时间点也很重要。德国在去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4大经济体，大概整个。GDP 名义 GDP 是将近5兆美元，中国呢20兆，第2大经济体。可是德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16，它只有8500万的人口。那德国的技术制造，当然大家都很了解，所以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合作，我觉得会带来新一波真正有效的这种互动。它跟其他国家像英国、法国来这边比较有点像是做外交秀不一样，德国人的做事准备好了一切，然后呢，来跟你谈。你看梅尔兹他说，汉中希望能够和中国建立有规范且公平合作关系。各位，如果过去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会觉得说他好像有点在酸中国，希望能够跟你建立一个有规范且公平合作。现在根本就是在针对美国我们希望有规范的，你不要那么不可预测的每天早上来一个，下午来一个。然后呢，要有能够公平合作的。现在大家静下来想一想，中国的对外的贸易政策，不一直也就是在这个整个全球的贸易规范，而且希望能够彼此公平合作。当然，每个国家自己的贸易政策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有一些优惠，有一些补贴，有一些奖励，这个台湾也有，美国也有。
德国也有。然后呢，我们再看哈，川普访问中国大陆现在有3个变数。第一个，你这个关税到底你先要告诉我你要怎么做？芬太尼不是10%已经没了，然后呢，对等关税的10%，美国对中国就是至少28%起跳，那你是不是要取消掉？你取消掉多少？那你会不会另外又搞一个232或者是301？那第二个，3月19号高市早苗要到美国去，美国会希望跟他怎么谈？如果你支持他抗中反中，那你就不要来北京。第三个，台湾问题你要怎么表态？所以这也就是我认为，虽然美国很希望赶快去北京，3月20、31号都公布了，但是北京这边还在看美国的承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外交部始终不愿意给出这个川普明确的回应吗？好，我们来请教这个聂老师。对，不能给，因为还是必须保持神秘。越神秘就让人家觉得越恐怖，越猜不到你要干什么。这个中国呢一直在想说怎么样找个心理专家跟川普对坐。我想这个大家这个也听了很久，我也说过几次了。那我现在分析一下，还是一样，我们大家都知道，强国呢一直在拉帮结派、呼朋引伴。那当这个地缘政治啊、国际关系演进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光去年啊，首先一些中等以下的小国、欧洲的国家不断的访美，当然，比如爱尔兰之前的还有一些这个北欧的国家。最后呢，到了12月呢，当然所谓的中等以上强国，比如法国12月马克宏去了，然后呢1月呢，先后在1月初呢，大家知道卡尼加拿大这么优秀的一个所谓的经济学的这个高层的一个顾问专家，也是现在的加拿大总理也去了。然后呢1月底呢，大家也知道嘛，又是一个大国，英国斯凯尔也去了。现在德国在2月呢又去报道，好，那我用报道来声明，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全球都知道，为了求生存，大家必须另找一块出路。这就是我刚刚讲到后面的几个国家都算是中等以上强国，他们共同发出了一个声音，叫做中等以上强国必须somehow的要重整另外一种新秩序，国际的新治理。这个新治理非常清楚的就是被美国或者是川普带出的国际的整个氛围不按牌理出牌，打着他们这个是讲不好听一点，心里痛，身体也痛就是这个整个国家，这个每一个人，我相信从从上层到这个人民都有这样的感受。因此呢，商业大佬呢，当然会告诉他们的所谓的国家的执政者呢，说我们必须另寻出路。因此你会发现，这些主要中等以上的强国的总统、总理等，都是带着商业大佬，是商会的总理、总裁这些去的。为什么？都是为了求生存，在商业找另外一块出路。所以大家已经办得非常清楚了。那一个一个来，那再来下面一个是谁该去了？3月底4月初，川普要去了，但是川普要走的行径不太一样。川普是要跟大陆磋商那是谈判。但是你要知道，谈到这个谈判谁是谈判高手？当然全世界都知道，自以为是、自己觉得最会、厉害、最强谈判高手就是 Donald Trump。他跟全世界都讲，到处到我要negotiate，谁都对我不公平，谁都在偷我的、抢我的，全世界都一样。台湾也是，这个台积电也是偷他、抢他的，反正他都要跟你谈，谈到最后他都觉得我要什么就要给我什么。可是中国这次真的一开始丢出了奉陪到底，我有以牙还牙，就 like for like 的做法。哇，美国这次发觉真的招式接不下去了，因此你会发现非常清楚，3月底4月初快到了，在1个月，到底会不会去？我也不敢说 yes and no 啦，看起来应该要去啦，但是中国不一定让他去，为什么？他会有部分想法去让你告诉你说，如果你一直要照你的方法谈，我可能没有办法真的跟你见面，你最少要照我们的意思吧。我分析一下，川普 1.0 版从2018年年中，从3月20号开始的301这个法案嘛，贸易战。年中6、7月开始谈判，到隔年大概一年3个月谈了13轮谈判，密集谈判在2019年的1月到5月谈了6次。请问有没有结果？没有让中国其实饱受惊慌，讲不好听，最后只好应战到底，就开始跟对抗。这一次经过了拜登的洗礼，当然继续跟这个中国的这个晶片施压，到川普 2.0 版，虽然川普打得很凶，但是好像中国这次老神在在，他已经看清楚了川普的做法。我们不要讲嘴脸，就川普的整个行动和做法，所以他们这一次讲话都非常客观。因此你会发觉他们的外交部长发言人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是坦诚磋商如果你说芬太尼今天就拿掉，你又要找别的方法，可我怎么跟你谈？你出尔反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今天每次一讲到什么我们就妥协了，你大陆向你买了。我跟你讲，全世界不是只有你卖大豆，你全世界只有31%，你成本又比巴西高，巴西有38%，阿根廷有3%，我可以向别人买可以了吧？所以在种种的因素，我可以告诉你，
基本上啊，如果川普在这个之前，他一定会把声调放软，这个声段放软，声音放小，然后他为了要去中国，因此我觉得还是会去啦。也就是川普在去之前不敢太过之的对中国太多的施压。好，在川普去之前呢，欧洲各国的首相呢都已经去了哈，所以我们先来请教这个舰长怎么看这个德国这一行？德国跟中国大陆以前的关系就不好吗？就一直不好吗？还真不是。我们讲说12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7月6号，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梅克尔，他到了不是北京哦，他到了成都。他为什么到成都？因为北京他已经去过非常多次了。他到了成都的市场去买了什么？去买了八角，去买了那个豆豉，然后回来做什么？回来做了在电视上面做了宫保鸡丁，而且他甚至把这一盘全部吃光了。那这个是当时我们所看到的德国它的工业实力最强的时候，其实不是德国强，而是第一个它有了这个俄罗斯这个第一联的一个能源，第二个它自己的技术，第三个是中国的购买力。如果我们讲到12年前，大家看中国大陆的戏剧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一些演总裁的做的都是德国的豪车 Mercedes-Benz。可是现在呢，如果我们再看中国大陆的戏剧的话，他们做的豪车可都是比亚迪的仰望啊。所以我们这样讲，也就这12年，也就是10年河东10年河西，影响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是德国它的贸易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白色的线也就是德国呢进口的，其实越来越多，有从大陆进口的越来越多，可是它出口到大陆的，也就是黄色这条，也就是在2022年这个时候陡降。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是讲说要制裁俄罗斯，而且要跟中国大陆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对手，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的对比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电价我们看到电价这个时候，其实到2022年的时候，其实当北溪2号以及北溪1号的管线断了之后，这个电价呢暴涨了7倍，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其实第一个已经那个低廉的电已经没有了，第三个中国的市场也不见了。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德国对外输出的第一项也就是汽车。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从2012年其实中国大陆输出的汽车是少的，但是现在远远的超过这个蓝色的日本以及黄色的德国。意思是什么？现在整个世界的车市是在中国所掌握。所以川普的3月的访中行动还没有形成呢，现在各国呢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抢在他之前要来去抢中国大陆的市场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这几天全世界都在看着川普表演，尤其呢，他昨天登上了这个国会来进行国情咨文，大喊说：“哇，美国回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哈。Our nation is back, bigger, better, richer, and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You've seen nothing yet. We're going to do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 This is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And our enemies are scared, our military and police are stacked, and America is respected again, perhaps like never before. 听他讲话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好像时空错乱？他讲他的，然后世界是照样发生他的。好，不过呢，在他的这一起这个国情咨文的背后呢，竟然是非常的一个混乱的画面哈。因为呢，有一个非裔的议员呢，他是举牌呛说黑人并不是这个猿猴，结果呢遭到了驱离。好，这个时候呢，就是看到呢，川普他步入议场，结果呢，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葛林起身。
举着这个标语，写着“黑人不是猿猴”，他在抗议什么呢？就是在抗议之前川普发布把奥巴马夫妇描绘成猿猴的一个歧视影片啦。好，那这个共和党议员史卡利斯要出手要拍掉标语，那同党的议员穆林呢，也刻意的站到葛林前方要阻挡视线，随后呢就遭到了这个警卫护送驱离一场。这已经是他连续第2年因为抗议国情咨文而被赶出场了，所以可以看到国会呢其实也是一片混乱的。另外呢，川普他自己啦也是一个政治不太正确的人呢，他就说了，他说呢，他要邀请美国女子冰球队来出席国情咨文演说，因为他如果不邀请的话，他可能会被弹劾，所以才勉强去邀请吗？结果怎么样？美媒就报道了说，女子冰球队婉拒川普，根本就不想要去出席你的国情咨文演说。好，而且我们刚刚看到了川普他说什么啊？他说在他的执政之下美国更强更富裕了，一直在说出狂语。结果怎么样？加州州长纽森他就分享了专为这场演说设计的宾果游戏卡，格子内写满了诸如川普嘲笑负担能力、加拿大成51中的嘲讽语言的预测，让民主党的人呢可以在台下去玩 bingo 哈。那另外呢，美国民众呢现在也觉得川普是越老越反复无常，这是路透的民调显示，有61%的受访者都形容川普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反复无常了。这难道是美国已经越来越失控了吗？因为怎么样，川普的关税大刀已经被判违法了，但是呢，他还没有死心不断的继续挥。好，因为呢，他改以1974年贸易法的122条推出了10%的全球关税，但是他还不满足，说要上调到15%，但是现在还没有发布新的行政命令。美国官员也说了，实施的时程尚未敲定但是美国的投资公司就说，市场也开始习惯川普的偶尔爆发了，这反映了体现这个 Taco 交易的一个市场说法，就是他相信最后川普一定会缩回去。好，那现在关税被推翻了，美国政府也急着要补破网所以现在白宫内部呢，竟然也发生了一些角力吗？来看到川普政府现在开始不断在翻其他的法条试图要重建关税体制，但是这导致这一切变得更加的复杂，川普也没有办法很快或者是随便的宣布新关税。那么外媒就指出了这个过程引发了内部摩擦，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跟商务部正在争夺主导权，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内斗。好，所以现在呢，很多的美国企业、跨国企业都来开枪，要求川普政府还钱退税，像是这个 FedEx 还有这个欧莱雅、Dyson 博士伦等等的企业通通提告了，要追讨这个关税的退款。好，引起很多的企业诉讼、退税风暴。好，另外呢，跟川普一样疯的还有谁？就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了。因为之前都说了，说五角大厦呢可以透过这个订披萨指数来决定，来知道，现在到底哪一个地方呢可能要来进行这个军事动作了。结果怎么样？赫格塞斯竟然说：“我知道这个指数是专门来追踪披萨订单数的，所以呢，我要在某个晚上随机大量订披萨来扰乱这个指数。当然这只是在开玩笑的啦。赫格塞斯也是蛮幽默的，但是怎么样？他对这个 Anthropic 下通牒可就一点都不幽默了。好，我们知道这个 Anthropic 呢，其实就是一个 AI 的平台，那是在国防部呢也是用这个平台来进行一些动作的，但是他现在就召集了执行长，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什么？要求其 AI 技术要开放提供给军方，不受限制的使用，甚至说我要去引用这个国防生产法来强制动用你的产品。好，那除了这个 Anthropic 之外呢，五角大厦近日也是跟这个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慧 xAI 达成协议允许其模型 Grok 要用在美军机密层级的系统，让军方的 AI 供应链布局能够出现重大的变化。好，除了这个xAI 还有 Anthropic 之外呢，五角大厦也积极的在找其他的 AI 来进行合作，像是 Google 还有 OpenAI 等科技巨头都持续的在洽谈，评估能不能够将其模型引入机密军事网络的一个可行性。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
川普口中的美国回来了，到底是哪样的美国？是不是一个更加分裂的美国呢？请教杨教授。美国的民调有61%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川普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川普今年6月14号生日的时候呢，就会满80岁，他只有比拜登少4岁哈，他已经快要80岁。那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变得反复无常，不就我们台湾话讲的吗？就老还灯了嘛，对不对？他这个2个小时的演讲哈，将近2个小时的演讲，第一点，他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中国。基本上，因为他大概要去中国大陆访问，所以他有种战略性的晋升，完全不提。哦，这也蛮特殊的。那第二个，他有一个动作哈，他讲话讲了一半的时候，你们支不支持我对于反移民的作为？我们要你大家所有的人现在起立表态，支持我们美国政府是要保护美国公民，而不是非法外国人的，请起立。结果共和党都起立，绝大部分民主党的不起立。哦，在做国会演说来这一招啊，这个像造势一样。赖清德到立法院演说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也来这一招哈？爱台者请站起来，不得了。那他很骄傲啊，他说我们美国赢太多了，还有现在很多一些美国人，他讲的是大法官了，不要我们赢，要阻止我们继续赢。你看他讲话的这种方式，那他就说，你看我们把通膨降得这么低，结果马上人就了解，他就讲到过去这2个月，我们把委内瑞拉的瓦杜洛给绑架来美国他不是讲绑架了然后呢，他说我们这2个月得到委内瑞拉8000万桶的石油，换言之，你8000万桶免费低价的石油进入到美国，你当然通膨就降低了，因为整个油价被你压低了嘛，每天大概有60万桶啊，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压缩这个通膨，你觉得别的国家怎么看？美国人自己怎么看？第二个，他说我要用关税取代所得税，这根本不可能。他提到我过去这1年让美国引进了18兆美元的投资，结果马上大家去查白宫的网站，只有9.7兆，真的是可以完全是加倍的。好，然后呢，他说我们关税取代所得税，关税取代所得税会变成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完全做到的话，你所得税其实是对有钱的人真的比较多的，那关税是所有的消费者要缴税，你变成把对有钱人的这个课税转嫁到对一般所有的人，那对穷人也要缴这个关税了。因为现在美国人才了解，原来这个关税都是美国的厂商，因为大概有1950亿美元的关税，而去年美国收所得税来到了2.6兆美元，所以根本不可能关税取代所得税。川普不断的告诉你错误的数字，不断的夸大他的作为，而且不断的采取错误的作为来去告诉大家他怎么样让美国更加伟大，现在都被戳破了。那最后他讲到了这个122款的，就是 15% 的关税，现在只有开始 10%，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 15%， 那个最多就是150天，到7月底，美国国会不可能会继续让它通过，因为那个法律基础，国际收支平衡，本来美国就很平衡的。然后第二个是，也就是说，这又是一个马上年底的期中选举的政治的攻防，民主党以及部分的共和党议员不会支持关税再持续的下去。可是现在川普显然要找另外一条途径，他就是要找232、301的国家安全关税。我们来看后续他怎么出牌。好，而且现在企业通通都要来追这个退税了。如果这个退税真的要退回去的话，美国的财政真的支撑得下去吗？请教聂老师。哎呀，美国的财政一直很困难啊，他现在这个债务又欠到今年可能会冲破40兆啊，你怎么办呢？这光利息又不得了，他只好靠他手中的美元霸权，全世界一定要用美元清算来 settlement 来维护他自己现在的地位。就他现在已经没钱了，反正他的银行钱他乱搬的，哪一天呢真的全球呢真的都开始反正不认账也不认美元的时候，美国真的就可能会一起倒闭。我先讲一下哈，很有趣的就是说，
刚才讲到说这个人反复无常，是因为跟年纪有关。可是从我对他的认知啊，其实我刚去美国1988年就已经很欣赏这个人，因为他的企业魄力很了不起啊，从大西洋城到纽约的整个这个好几个大楼嘛，哈，从以前准将饭店、Central Station 旁边饭店，我早就在注意这个人。重点是我觉得他反复无常，早就反复无常啦。当大家也看了这个《Appendix》这部电影，也知道他就是3招：攻击、攻击再攻击。第二个呢，死不认错；第三，永不认输嘛。他今天做到总统这个位置，他觉得他权力好大，他要做很多的事，他说的就是错。他要干嘛就干嘛，但你要知道，他这种所谓恣意忘形的行为呢，的确反了非常多的法律程序，他几乎不照程序，他就他自己认为的实体，因此他发现很多东西走不出去，他就要变来变去，就变成反复无常了。可是你要知道，我觉得有些东西你还是要学习啊，它很正能量，你不觉得吗？永远说好，再差再多人反对，我们美国的经济圈是最棒的，我们今天的东西是最美的，它永远是最正向，这个正啊，光是 positive 的这种。非常乐观，你不觉得你要学习吗？我觉得这个正能量永续前行，要学它。当他被子弹打出了这个耳朵旁边的时候，他会站起来说 fight fight fight。我跟你讲，一般人是躲起来了，这一点要学习。不过他这种反复无常，他这种说老翻天也好，这个大家不要学啊。好，重点来了，我觉得这个美国间的这个关税非常的清楚啊，大家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科普一下，他这一次会被打枪被推翻，就是因为他违反程序，他讲嘛没有程序。港办实体是没有意义的啊，即便他找出来的大法官也不能认同啊。从道德角度，这个 IEPA， 请问一下，他这个东西是给你这个是随便科关税？当然不是，所以他当然他生病了就乱抓药了，马上去抓1974年的另外一个，这是1977年的这个所谓的紧急经济这个权利法，抓1970年的122条款。不过那个条款的确是有讲到国际收支平衡，他们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你是可以科上限15%，最高15%，你也只有150天。还要再延长，还要经过国会，国会不一定同意。因此，我觉得他现在会出乱子。当然，301条款1974年以及1962年的所谓的贸易扩张法的232条款会 keep 住。不过，他这个所谓关税打出去的，一定是不可能长期成功。就算短期用122来维持，其他国家一定会讨债要钱，把你的关税退回来，让你这个美国财政会越来越惨。所以他现在打得越凶，他现在伤得越惨。因此，美国的未来我真的很堪忧啊。好，接下来请教舰长。刚刚聂老师已经帮我们稍微的分析了一下川普他的这个人格的一个特性啊，我们看看他写的书吧，也就是《交易的艺术》。他在第2章写，他说他的风格呢就是简单直接，但是他的目标很高，他会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直到我实现目标为止。这也就是刚刚聂老师讲的，我会变来变去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国情咨文啊，其实变成一个吹牛比赛，然后他已经。其实真正成为人不要脸鬼都怕的这种境地了。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有关于这个民意调查是怎么样反映川普的施政啊？那赞成川普的这一个施政的种的呢，其实只有39%，反对的其实占了60%。那川普的特点也就是不断的签这个有关于行政命令的部分，赞成的呢也只有33%，反对的呢达到65%。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啊，有关于川普，他虽然讲了非常多的话，不过非常多大家都现在啊，尤其是媒体很习惯的帮他进行纠错的部分，例如说刚刚讲说有关于税收的部分呢，那去年的所得税是2.6兆啊，可是去年的关税到底收了多少？收了1950亿，差了13倍。所以如果说要像川普讲的说关税收入要取代所得税的话，也就是呢税率就是要达到100%才可以啊。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到赫格塞斯的部分，赫格塞斯也不要讲大话，也不要生气啊。你先解决一下，你也不要买披萨，你先解决一下这个福特号为什么跑去，现在大战准备开始，你跑去靠希腊干嘛？因为你的厕所的问题没办法解决啊。大家可以想到吗？福特号的厕所变成这个样子，下面这里全部都是污水啊，全部通通都是污水，这样流来流去，你船只要晃，它就流来流去。
然后还要打扫，先解决这个问题吧。哦，真的是好崩溃哈！川普所谓的黄金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黄金时代？难道真的是舰长说的黄金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现在东亚已经不再是美日韩联手抗中了，而是中日对抗，甚至中国还拉着南韩一起来打日吗？好，我们来看到现在中方呢是不断的在管制日本，不准把这个稀土啊全部都这个出口到日本去。好。现在呢，日本呢把17个战略领域呢增长为这个战略核心，其中在防卫产业啊、航太啊、航空啊、AI 啊、半导体等领域呢，通通都需要稀土，但是中国不给了。中国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啊，针对这些领域啊，都是因为他们去参与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包括了汽车制造商，还有另外20家企业都被列入观察名单。好，就是说呢，你想要增加你的军事扩张，我不能去让你允许。好，所以对此呢，高市早苗做了什么？他还是在说，我们希望和中国展开各种的对话，持开放的态度。而日本的官房副长官也说了，说绝不接受，极为遗憾，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这怎么都只是在听起来都只是在喊话呢？因为日本实在是缺乏实际的谈判筹码啦。那现在日本的管制措施啊，恐怕会持续的长期化哦，这就导致呢，商业方面的这个非常惨啦。这个经团联会会长就希望他们能够撤回措施嘛，但是也是只有口头喊而已。而韩国呢，真的是两样齐了，反倒是这大陆的商务部说非常欢迎中韩呐来就这个热轧板卷反倾销达成协议。所以现在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中国对日本跟对韩国呢是两个态度的。不过我们来看到，现在日本没有了这个关键的矿物，所以怎么样呢？他们竟然是去拆解马达来炼取稀土哈，因为日本呢，有20%以上的稀土加工需求，但是呢，自己呢的稀土储量不足1%哦，通通都是要仰赖中国进口的，所以现在呢，就只好去拆解废弃的旧家电呐，希望能够从这些马达中来提炼稀土。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之前呐，日本也曾经呢用这个松根炼油，希望能够这个在缺石油的情况之下呢，维持这个基本的飞机啊车辆运转。但是松根炼油实在是效率又低，质量又差，根本就不可能持续。现在你缺稀土，又来了这个马达炼稀土，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历史的重演呢？好，我们来看到啊，不仅仅是现在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我是不太好的，跟美国的关系现在是不是也因为川普的关税又闹得不好了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日经产大臣呢跟美国商务部长通电话，就是要来谈这个关税了哈。那赤泽正亮就说了，说你不要把日本给置于不利，就是因为怎么样？因为美国啊，现在关税违法了，于是呢就向全球来征收了10%关税，所以日本就要求说美方不要把日本置于去年美日协议更不利的境地，同时确认说我们呢会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这个不变的，希望你呢不要置我们日本于不利。好，另外来看到军事方面呢，是刚刚说到了这个韩国，已经不想跟这个美日同盟了吗？因为怎么样呢？美方之前提议啊，要举行美日韩空中联合演练，结果南韩的国防部评估之后说，我们时间上难以配合，所以说那干脆我们这个美韩双边演练就好了，好不好？结果美方怎么说？美方说，我们不同意啊，那干脆我们美国、日本自己来做好了。这是怎么样？难道美日韩同盟真的已经结束了吗？而另外啊，也因为这个关税的风暴啊，导致大家都闹得不愉快，尤其是这个美韩同盟要一起建核潜舰，现在呢也后续的协商呢又要再延期了。有没有可能这个关税违法了之后，我们的投资潜舰也跟着不盖了呢？好，现在看起来很明显的就是美日一组，然后南韩自己玩自己的。那么这个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还守得住吗？我们先来请教杨教授。我刚刚不提到，川普在做2个小时的国会演说的时候呢，一次都没有提到中国大陆。
但是高市早苗日本首相在赢得了大规模的选举之后呢，他在2月20号前几天的国会演说，他就直接点名中国在东海跟南海威胁日增，且单边的要改变现状，对日本造成威胁。这是第一次日本的首相在国会演说当中直接点名中国。东海我们还可以理解说有可能油气田或者是钓鱼台问题的争议，日本有主张。那南海为什么提到呢？他这次没有提到台湾，但广义而言，东海也包含到台湾来。所以面对这个直接点名，在国会演说当中，高市就针对中国，所以他现在以一个东亚安全大国来针对中国的情势已经很明显。那接下来呢，他要修宪，他要去改非核三原则，然后呢，他要已经开始做武器的输出出口啊，所以这些事情呢，都会看在北京眼里面，觉得你直接就对我做军事上的威胁指责，同时你是不是会再军事化？你是过去的战败国，你是侵略国。33年来，高市早苗做国会议员都是非常右翼、非常保守的观点。那马上4月21号到23号是靖国神社的春祭，那是否高市早苗会去参拜，就变成一个观察点。这个时候，大陆这边就有一些日本的官员说：“你看高市这一次赢了这么多，中国大陆应该会态度软弱下来，务实的跟高市去做沟通。”刚好相反，我们那个时候认为说怎么可能？那结果果然，他就在前天就颁布了针对，其实在1月份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军民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工业，也就是说日本的再军事化以及日本的军事发展有帮助的这些军工产业，它对这些稀土、化工、电子元件大概有800多项军民两用，甚至包含铝粉。因为铝粉你可以做很多东西，铝罐头，但是你也可以做飞弹啊。所以这些如果你是要来跟我申请购买，你是要用在军事用途的就不可以，别的第三方的企业机构也不可以转卖。这个会对日本的军工产业以及民间的产业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像是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TDK， 其实它也做军用，它也做民用。这个会造成整个日本未来在军工产业到它一般的民用产业当中我觉得蛮大的冲击。那这个是日本将来在产业制造上面会面临到的严重挑战。没错，这个民间的企业也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的高市早苗，他除了严厉的抗议之外，他还有什么筹码去跟中国谈呢？金教念老师，我觉得很有趣哈。稀土这个东西大家真的还是要平心去想一下，全球1.2亿的储量。4400万吨在中国占全球的37%，美国大概180万吨，日本当然号称是1%的储量而已它大概是100万吨。好，那请问一下，产量呢？它几乎没有什么产量，它必须靠别的地方再生产。中国产量全球的这个60%，最重要的都不是储量产量，是精致冶炼的功夫这个能量他们那个当时有那个高手徐光宪跟他太太所做出那种精致冶炼。全球90%到92%是靠中国来制造，而且不管哪一种稀土元素的精致冶炼，总有17种。我现在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刚才我们永明也讲到，全球不管是军用、民用、航太，都需要大量稀土。因为刚那个战机一个我们讲 F-35这个波音要做的甚至未来的6代战机，它的弹头都要400多公斤的稀土。这些稀土我不管怎么说，你要精致出来让它做，这不容易。好了，日本说，我们发现海里有蓝鸟岛旁边海中有，他们要去挖，请问要挖多久？能挖多少？你有多少把握能挖？要多少成本丢下去？这缓不济急。第二个，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比较有趣，叫做拆电池。一个电池你知道能拆出多少稀土吗？一个电动车的电池0.5到1.5公斤。我请问一下，1公吨多少公斤？1000。请问一下，你今天要拆掉100万吨，就他们家国家的储量而已，日本要多少？10亿颗马达。现在回收马达，听说全球你只能回收到10%。我还是搞不懂，你要拆多少颗、多少人力、多少成本？
所以这些到底是文宣还是怎么样？但是没有关系啦，打个强心针嘛。现在全球都这样，自己满足，就像川普说：“我最棒，我最好，黄金时刻永远是最好就好了。”现在重点来了，日本每次碰到这个都一定会稍微低头啦。2010年就发生过嘛，当时呢，中国也知道，就用稀土克制了日本的部分的这个工业的发展。他怎么做呢？他到处去找市场，找到了澳洲，还可以跟他谈，也签了所谓的日澳的一些稀土技术合作。可是最后也发现成果有限，他现在不谈澳洲了，他现在谈我还在蓝鸟岛发现深海里面可以挖，我现在更厉害了，我还可以从电池拆解就可以找到。我刚刚用的数学数字，请各位去算一下有没有错啦，有错再告诉我。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听听就好了。我觉得这个稀土真的不跟中国好好谈，还真的很难走这个一个国家的未来。所以稀土真的是至关重要。所以那日本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波管制而向中国低头呢？请教舰长。低头是迟早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其实无论是有明老师或者是聂老师讲了非常多有关于南鸟岛的这个稀土啊。南鸟岛的稀土它不是在陆上，它是在海里，而且它有多深呢？它有5600公尺深。那这个是2月2号这个日本的地球号，它成功的开采了这个稀土。不过有人提到它的成本嘛，它每一吨要7.2万美元，是现有中国大陆的萃取出来稀土的20倍。这个成本你真的能够承担得起吗？不过呢，这个我们刚刚讲吹牛大王第一名是川普嘛，第二名呢也就是高市早苗。他说呢，这些稀土不但日本的下一代，而且在下一代通通用不完，我们大家等着瞧，是用不完还是买不起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这个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为什么特别去跟商业部美国商业部部长通电话呢？因为关税。因为关税什么问题呢？如果是15%的关税出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大陆，它可以减少7.1%，那如果是巴西它可以减少13.5%，但是这里有日本，它反而增加了0.4%。大家都在减少的情况之下，你日本增加了，所以他说：“哎呀，不要置日本于不顾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说现在这些问题其实牵扯的非常多。那日本呢，它的最大的一个产业是什么？其实它最大的产业是汽车啊，它的汽车产业，它现在要输往美国不行了，那它要卖到东南亚当然是可以了，可是它的第二大的市场，可是第三大的市场了，可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也不会买你的汽车啊，因为其实我们讲到中国大陆的汽车，实际上来讲，它的技术，它的电动车，就是我们讲到的新三样的部分，比你日本好得多，谁要买你的日本车呢？所以我们这样子讲不要吹牛，我们就看现实就好。